在古老的佛法教义里，因果循环，万事皆有定数，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缘分绝非偶然。楞严经中，佛陀曾慈悲开示，六道众生无论高低贵贱，皆具佛性。在漫长的轮回转世中，彼此互为眷属，演绎着一段段或深或浅的缘分。哪怕是一只小小的宠物来到我们身边，或许都带着前世未尽的因缘，其背后的故事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观世音菩萨也曾特别强调，当我们选择饲养动物时，给予它们食物、住所等世俗层面的关爱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要为它们种下解脱的种子。菩萨的这番教诲不禁让我们深思，为什么念佛这件事对于这些小生命有着如此特殊的意义？养宠物的过程中，我们究竟会与它们结下怎样错综复杂的善缘或业缘？那些与我们朝夕相伴、给予我们无尽温暖与陪伴的小动物们，来世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再度与我们相逢？而当我们毫无保留地倾注世俗之爱时，是真的在帮助他们，还是在不经意间加深了他们在轮回苦海中的沉沦？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记得点击关注和订阅，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五台山的普贤寺，庄严肃穆，静谧祥和，寺中香烟袅袅，佛音阵阵，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佛法的深邃。这一天，一位神色匆匆的女子踏入了寺门，她叫妙缘，面容清秀却带着几分憔悴，眼神中满是迷茫与困惑。妙缘的家中收养了许多流浪动物，3只流浪猫像3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屋子里上蹿下跳，给家里带来了不少生气。2只老狗总是静静地趴在角落，眼神里透着历经沧桑的温和。还有几只小鸟，那是他从鸟贩子手中救下的，如今在特制的笼子里欢快地歌唱。妙缘把自己全部的爱都给了这些小生命。每天清晨，他会早早起床，为他们准备新鲜的食物。看着他们吃得津津有味，妙缘的脸上便会露出满足的笑容。夜晚，他会轻轻抚摸着他们，给他们讲述一个个温暖的故事，直到他们安然入睡。然而命运无常，最近妙缘最疼爱的大黄狗身体状况突然恶化，它原本健壮的身躯日渐消瘦，眼神也变得黯淡无光。妙缘心急如焚，四处寻医问药，可一切都无济于事。那一天，大黄狗安静地躺在妙缘的怀里，气息微弱。它努力地抬起头，望着妙缘，眼神中充满了留恋与不舍，似乎有千言万语想要诉说。妙缘紧紧地抱着他，泪水止不住地流淌。他轻声说道：“大黄，你一定要好起来，你是我最爱的伙伴啊。”可是大黄狗还是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离开了这个世界。从那以后，妙缘每晚都难以入眠。大黄狗临终前的眼神总是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他觉得自己一定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否则大黄不会带着那样的眼神离开。于是他怀着满心的困惑来到了普贤寺，希望能从智德长老那里找到答案。智德长老年逾古稀，面容慈祥，眼神中透着智慧与慈悲。他静静地听着妙缘的诉说，手中的佛珠缓缓转动。待妙缘说完，他微微点头，开口说道：“女施主，莫要过于悲伤，世间万物皆有因果，你对这些动物的关爱，天地可见，但有些事情并非我们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妙缘抬起头，眼中满是期待，问道：“长老，那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对呢？”“我已经尽力照顾他们了呀。”长老微微一笑，说道：“女施主，且听我讲一个故事。在唐朝时期，有一位名叫灵信的居士，他与你一样，心怀慈悲，热衷于收养流浪动物。他的家中收养了各种各样的动物，有猫、狗、兔子，甚至还有受伤的小鹿。
灵信居士不仅给他们提供食物和住所，还每天带他们到自家的佛堂，与他们一起诵经念佛，给他们讲述佛法中的故事。起初，周围的人都不理解他，认为他与畜生说佛法简直是痴傻之举。但灵信居士不为所动，依然坚持自己的做法。日子一天天过去，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那些原本野性难驯的动物，在佛法的熏陶下变得异常温顺通灵。有的动物会在佛前虔诚地叩首，仿佛在向佛陀表达敬意。有的动物当灵信居士诵经时，会静静地聆听，眼中似乎流露出对经文含义的理解。而当这些动物离世时，它们都显得格外安详，有的甚至还会出现祥瑞之象，天空中会出现五彩光芒，或者有奇异的花香飘散。妙缘听得入了神，不禁问道：长老，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那些动物会有如此大的变化？长老目光深邃，说道：有一天，灵信居士在禅定中见到了一位金光闪闪的天人。这天人面容和善，对灵信居士说道，自己前世就是他收养的一只老狗，因为在尘世中经常听闻佛法，种下了善根，所以死后得以脱离畜生道，转生天界。妙缘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说道：真的有这样的事？动物听闻佛法真的能改变命运？当然，长老肯定地说道，众生皆具佛性，动物也不例外。他们之所以投生为畜生，是因为前世的业力所致。我们若仅仅给予他们世俗的关爱，虽然也是善事，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助他们解脱轮回之苦。就像你的大黄，他临终时的眼神，或许不仅仅是对你的留恋，更是在渴求一种更高层次的解脱。佛经上说，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当我们为动物念佛时，那声声佛号就如同黑暗中的明灯，能安抚他们的心灵，为他们种下解脱的种子。妙缘若有所思，问道：长老，那我现在开始为剩下的动物念佛，还来得及吗？长老微笑着点头，来得及，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只要你心怀真诚，佛号的力量自会传递到他们的心中。就在这时，原本安静的寺院中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那声音仿佛是无数动物的低鸣，又像是某种神秘的呼唤。妙缘和长老惊讶地看向院子，只见院子里所有的动物，飞鸟停止了飞翔，落在枝头，野猫不再四处乱窜，静静地蹲在地上，流浪狗们也不再嬉闹，全都整齐地朝向佛堂的方向。更令人震惊的是，虚空中突然出现了无数光影，这些光影不断变换，每一道光影中都显现出这些动物的前世模样。有的动物前世是修行出现偏差的高僧，因一念之差坠入轮回；有的是犯戒的居士，在尘世中迷失了自我，从而投生为畜；还有的是堕落的天人，曾经的辉煌不在，只能在畜生道中受苦。而在这些光影中，妙缘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失去的大黄狗。大黄狗的前世竟然是一位与他有过深厚渊源的修行者，因为犯下过错，被罚入畜生道轮回。妙缘看着这些惊人的景象，心中五味杂陈。他从未想过，这些平日里围绕在自己身边的动物，竟然有着如此不可思议的前世因缘。他不禁在心中问道，他们为何会与人结下如此深厚的缘分？如果不为他们念佛，这些带着深重业力的生命，来世又将走向何方？妙缘回到家中，脑海中依然不断浮现着在寺院中看到的那些景象。清晨的阳光洒进屋内，可他却感觉不到一丝温暖，心中充满了恐惧与困惑。他回想起昨晚那些动物的前世光影，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寒意。那些影像究竟是真实的前世，还是自己的幻觉？如果是真实的，那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突然，屋外传来一声低沉的猫叫声，妙缘的心猛地一颤，他转头看向窗外，
只见院子里那只流浪猫正缓缓地朝他走来。这只流浪猫平时十分活泼，可此刻它的眼神却异常专注，仿佛在盯着什么重要的东西。妙元的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压力，他感觉那只猫的眼神仿佛能看穿他的灵魂。妙元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大黄狗临终时的眼神，那眼神中充满了留恋与不舍，还有一种他当时未能理解的渴望。如今看着这只流浪猫的眼神，他心中的困惑与恐惧愈发强烈。他紧握着双手，试图让自己镇定下来，可心跳却越来越快。就在他准备转身走向院子时，那只流浪猫突然停下了脚步，转头望向远方。妙元心中一动，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他震惊地发现院外的空地上不知何时立着一个人影。那个人影模糊不清，穿着一件破旧的袈裟，面容苍老，双眼空洞无神。那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凝视着妙元，仿佛在等待着他的回应。妙元的心脏剧烈跳动，他认出了那个影像，那正是他在寺院光影中看到的大黄狗前世的模样。他感觉自己的双脚像是被钉在了地上，无法动弹，身体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向他发出警告，不能接近那个影像。可是他的目光却无法从那个人影上移开。忽然那个人影微微一动，开始向他缓缓走来。每走一步，妙元都感觉自己仿佛被拉向一个未知的深渊。他的思维开始混乱，想要转身逃跑，可双腿却不听使唤。就在他不知所措时，那只流浪猫再次发出低沉的叫声，这次叫声中似乎带着一丝愤怒，又带着一丝哀求。妙元的心猛地一颤，他意识到这只流浪猫绝非普通的流浪猫，它的存在似乎与自己和这些动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在这时，一个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他们在等待你。这声音仿佛来自他内心深处，又仿佛来自遥远的天际。妙元转头看向院子，只见院中的动物们不知何时已经全都聚集在了一起，他们围成一个圈，眼神全都凝视着妙元，仿佛在等待他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妙元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了脖子上的佛珠，那串佛珠是他曾经在寺院中祈求而来，一直以来都给他带来心灵上的安慰。此刻他紧紧地握住佛珠，心中默默念道：佛啊，请指引我，告诉我该怎么做。你不再是他们的主人。那个低沉的声音再次响起，你只是他们的过客，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妙元听到这句话，心中猛然一沉。他一直以为自己对这些动物的爱与关怀能够给他们带来幸福与解脱，可如今他才意识到自己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可能在无意中因为过度的依赖与爱护，反而加深了他们的业力，让他们在轮回中越陷越深。妙元回想起大黄狗临终时的眼神，此刻他终于明白了，那眼神中不仅仅是对他的留恋，更是对解脱的渴望。大黄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在恳求他，帮助他摆脱这无尽的轮回之苦，而自己却一直未能理解这份深意。就在他陷入深深的自责与反思时，那只流浪猫的眼神突然发生了变化，原本专注而带着压力的眼神此刻变得柔和了许多，仿佛在向妙元传达着某种信息。流浪猫转身，慢慢地走向院外，消失在了晨雾之中。妙元望着流浪猫消失的方向，心中突然涌起一股释然的平静。他知道，虽然自己无法改变这些生命的过去，但从现在开始，他可以为他们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为他们播下佛法的种子，帮助他们在未来的生命中找到解脱的道路。妙元缓缓地闭上眼睛，双手合十，低声念起了佛号：南无阿弥陀佛。他的声音轻柔却坚定，在院子里回荡。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院中的所有动物仿佛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指引，也都安静下来，
仿佛在跟随妙缘一起念佛。随着佛号的不断回响，整个院子瞬间被一层柔和的光辉笼罩，那些曾经出现在虚空中的光影再次显现出来。这一次，他们不再是悲伤与痛苦的模样，而是带着安详与祥和的光芒。在这一刹那，妙缘深刻地感悟到，爱与慈悲不仅仅是给予物质上的关怀，更重要的是在适当的时候为这些生命指引出真正的解脱之路。而这一切的起点便是从为他们念佛的那一刻开始。他终于理解，自己的心愿并非是拯救这些动物，而是给他们一个选择的机会，帮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解脱之道。从此以后，妙缘每天都会定时为家中的动物们念佛诵经。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些小生命能够在佛法的指引下脱离轮回之苦，走向光明的彼岸。而每当他念起佛号时，那些动物们都会静静地围在他身边，仿佛在聆听着佛法的教诲，感受着那份来自心灵深处的宁静与祥和。